我相信你一定遇到过这样的情况：眼睛看着很正常的场景，拿起手机打开视频模式一拍，这办公室里的电脑、汽车里的屏幕突然都像是报废了一样，开始闪烁刷条子。给家人拍点视频，这灯怎么也就闪起来了，全员都变成了闪电侠。那这个现象我们都知道它叫做频闪，但是怎么消除它，一直有很多的争论。有的人说你用专业摄影机就没有这个问题，有的人说你调帧率，有的人说你变一下快门速度就行，根本不用动别的。但其实他们说的一定程度上都是对的。但是频闪是一个综合现象，即便结果看着都是闪闪闪，但是产生的原因真的大不相同。那如果你想进入影视行业，你注定会遇到这个现象。了解一下它底层的发生原因，可以帮助你从容的面对不同的频闪场景，让它消失，这还是挺值得学习一下的。所以这一期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如何战胜影视行业的魔头频闪。要避免频闪，首先我们要明白频闪产生的原因。在现实生活中，我们肉眼看到这些人造发光器件，比如说屏幕、灯泡，大部分都是在闪烁，而不是持续发光的。那反正人脑对于这种高频率闪烁非常的不敏感，根本看不出来，所以没有关系。那中国交流电频率是50赫兹，因为它是一个波，这些灯具就会随着交流电电流的强度和方向变化，每秒闪烁100次。那通过高速摄影机，你可以很轻松的看到这个现象。那我们人眼的确会依靠脑补忽视这个闪烁，可是正如你所见，相机是一个冷酷的机器，它会无情的按照给定的时长来进行曝光。如果运气不好的话，你的快门速度又开得很快，你确实有可能在一个眼睛看着亮堂的房间里面拍到这样黑漆漆的照片，因为那个时候灯正好变暗了，所以被你拍到了。那如果只是拍照，你只要快门速度慢一点，曝光的久一点，就可以规避这个问题。可是视频比拍照多了帧率这个概念，这就复杂了，2个变量，帧率决定了你1秒拍摄多少张照片，快门速度决定了每张照片你花多久来进行曝光，你拍摄的灯光、屏幕，它们又会有一个固定的闪烁频率，你要把它们都对齐，你才不会有闪烁，这就有点难了。我们通过一个动效来理解一下，这个图表里面横轴是时间，纵轴是亮度，这个是灯光闪烁的亮度变化，而这个线条代表着我们拍摄的每一帧画面，1条代表1帧。而快门速度代表了每一帧画面的曝光时间，因此把每帧按照快门曝光时长延伸出来，我们就会看到这样一个长方形。那这个长方形所框住的灯光曲线的部分，就是我们每一帧画面实际的曝光量，有多少光进去了。这应该是可以理解，对吧？也就是说，当这个方块每次框住的灯光曲线面积一样的时候，没有频闪；不一样，我们就会遇到频闪。那要让它框住的面积一样，其实我们就是有2种常见的策略，要不就是让帧率和灯光的频闪周期保持同步，或者快门为频闪周期的整数倍。这听着会有点绕，我们根据现实情况一一来讲。首先是最基础的，也是最老生常谈的，在我们中国这个采用50赫兹交流电的国家，你在拍摄25帧和50帧的视频的时候，这个情况之下，你会看到帧率和灯光频闪的周期其实是完全同步的，不会发生任何的偏移，因此你根本就不用管快门速度是多少，每帧内的灯光曝光量，你看这都是一致的，那它当然就不会频闪，这非常的好。这也是为什么中国电视台拍摄用的标准都是25帧或者50帧，这是一个场景。但是另一个场景是帧率和灯光频率不匹配的时候，比如你拍电影要拍24帧，或者做网络视频用手机拍摄29.97，还有59.94这种和灯光不匹配的帧率，你就会看到，因为帧率和灯光频闪的频率不同步，每一帧都会在灯光不同亮度的瞬间开始曝光，拍摄帧率和灯光闪烁产生了相位错位。那这时候每帧亮度不一致了，我们就需要调整快门来规避频闪。那这里有个很简单的规则，当快门是灯光闪烁频率的整数倍时，频闪通常是不会出现的。我们拿国内来说，灯光闪烁频率是100赫兹的时候，只要快门是1/100或者它的整数倍，比如50分之1秒或者25分之1秒，你会看到不管帧率是多少，每帧间隔多久，每帧的曝光时间内，灯光总是会有一个完整的闪烁周期。那这样即便你的帧率和灯光频率没有完全同步，但是每帧的这个面积，它这个曝光量是相同的，那自然也不会有频闪。那如果你听完这个讲解会有一些晕，那其实有个很简单的方法，就是用 App 来帮你算。那我这里推荐一个免费的 App， 叫做 Red Tools。这个 App 里面有个叫做去闪烁视频的工具，你只要输入当地交流电的频率，还有你拍摄的帧率，它就会罗列出你可以使用的快门速度，还有快门角度，就非常的直观。你看，这乍一听我们这个视频已经结束了，对吧？这不就是2个原则，调一下帧率还有快门就结束了，这有什么难的？但是你想一下，我们有时候拍摄屏幕的时候闪的不要不要的，但是很多时候现场别的灯它都不闪的，这是为啥？
这问的好兄弟，这玩意的闪烁逻辑和我们国内的灯是不一样的。当今在市场上很多的户外 LED 大屏、手机的 OLED 屏幕、汽车的内饰屏幕都会使用一种叫做 PWM 调光的技术，那全称叫做 Pulse Width Modulation。那简单来说，就是当你调节手机屏幕亮度的时候，这个屏幕真实的亮度它其实没有变化过，但是它会通过高频开关灯珠来调整开关过程中灯珠开的时间长度，也就是占控比，从而调整宏观层面你感觉的亮度。那也就是说，这类屏幕实际上在高频的亮和灭，它的频闪和那些灯泡太不同了。屏幕频闪，如果你仅仅是同步帧率的话，你会发现这是没有用的，因为灯光是整一个同步式的亮和灭，而屏幕是航扫描式的亮和灭。那拍摄中的相机传感器其实也在滚动的刷新，又增加了一个变量，这二者几乎不可能同步，于是你就会非常容易拍摄到缓慢扫动的黑线或者亮条。而对于影视从业者更糟糕的消息是，这些被统称为 PWM 调光的屏幕，它们各自的调光频率差异还非常的大，所以不存在一个我告诉你一个设置就可以解决频闪的万金油。那我只能说，大部分这些 PWM 调光的屏幕都是按照60赫兹的倍数在闪烁，所以规避屏幕频闪，我们能做的，一方面是把屏幕的亮度调到最高，尽可能提高屏幕的占控比，让它别黑这么多时间，降低闪烁的现象。那另一方面，我们可以把快门放慢，快门是120分之1或者60分之1秒，这样会更稳妥一些。那你看，现在乍一听，我们这个视频又要结束了，对吧？这兄弟你又错了，这个地球就是这么可怕。如果你是一个婚庆拍摄老师傅，你会发现，即便你有着非常丰富的拍摄经验，对以上场景了如指掌，完全掌控，但是有的时候你还是会遇到这种频闪。那这就是我们要提到的2大特殊场景。第一种，你遇到频闪的原因，有可能是因为你被相机厂牌坑了。真的，你在买那个相机厂牌的那一刻，就注定了你会遇到频闪，而别人也许就不会。你还记得刚才我们说的吗？为了避免60赫兹屏幕的频闪，我们需要把快门设置到120分之1秒的倍数。但是如果你仔细看看你手中的索尼相机，你就会发现，是的兄弟，它没有120分之1秒，它只有125分之1秒。125分之1秒，为什么？索尼抽象啊！拍摄50.94帧，我们使用125分之1秒，大部分情况不会遇到什么问题。但是有的时候你就会差这么一点点，这个5的这个快门速度，你就会拍到闪烁，还真有这种事。但是索尼就是能给你整出这种活来。索尼最大头贴，弄得百姓怨声载道。最离谱的一点是，只要你氪金多，你去看一下它的专业相机，你会发现索尼菜单里面又冒出了120分之1秒这个快门，只有名品的索尼的阿法这个相机不行。这时候你就只能把快门速度调整到60分之1秒来解决这个频闪，非常离谱。那第二种，场地的灯具或者供电的频率不太标准，做工不够好或者偷工减料了，导致它离标准值差一点，所以你的快门是对不上的。这傻吧？但其实也挺常见的。那对于这个场景，你只能看一下你相机里面有没有专门的微调快门的选项，或者叫做防闪烁快门的功能。你可以按照0.01秒精确的微调你的快门，让快门对应上这些奇怪的闪烁，也能够凑合的解决这些问题。所以你看，讲完了这些特殊场景，我们总算可以收工了，对吧？特殊场景都没了。不是啊，哥们，现实世界不是这样的。领导让你开个会议，你难道还能有选择让他换灯泡或者换一个屏幕吗？没有。那下面我们打一个现实场景的组合拳，来看看你能不能用刚刚学到的知识来化解难题。请听题：当领导为了省钱，选择了一家劣质酒店办年会，为你配上了索尼相机，在你需要拍摄的场景里面，同时有50赫兹的灯光，还有60赫兹采用 PWM 调光的会议大屏，放着土味 PPT， 请问你该如何应对？可能听到这里你头都大了，想离职了，但不要急。其实这个事情并非无解，需要我们同时使用2种基础的逻辑来打一个组合技。如果不考虑项目的要求和传播场景，只从规避频闪的角度来讲，那么可以选择把帧率调整到对应灯光的频率，比如说25或者50帧，这样它的相位就正常。然后再微调快门到屏幕表现正常为止，这样就能够同时满足场景里面有2种但是不同闪烁频率的情况。但这个前提是你愿意去改变帧率，去匹配当地交流电的频率。那你看过我们上一期视频，我们频道改变帧率的视频，我相信你一定会想提出问题：影视飓风不是刚刚切换到29.97和50.94帧，让观众看视频更加流畅吗？那你在国内拍摄这个50赫兹的灯光，还有一个60赫兹屏幕的时候，你怎么办？这是个非常好的问题，哥们还有姐们。我实话说，如果你拍20.97的话，的确你是没有办法同时完美规避50赫兹的灯光，还有60赫兹的屏幕的。
所以正如上期所说，因为我们自媒体的内容大多数情况都是像这样，在一个可控环境里面拍摄，很少会去外景或者复杂环境，所以我们会确保我们拍摄的棚里面所有的灯不会频闪，这样可以专心解决屏幕的频闪，我们去适应它们。所以我们换到20.9期影响不是很大，但是 TVC 广告内容或者有影院放映需求的内容，我们目前仍然会保持行业的规范，拍摄24帧和25帧。那当然，如果有的时候我们自媒体真的不得不外拍，比如我们一点点不一样的节目要进入医院或者运动场所，得到了一个闪烁的素材，那么还有最后一个办法来解决它，就是后期去频闪。那我们先讲最简单的方法，你可以尝试把视频复制一轨来进行叠加，然后错开一帧，然后把上方轨道的视频的透明度调整为50%，这样可以非常粗暴的抵消每一帧的频闪，但是代价就是画面会有重影，这适合画面没有运动物体的时候来进行使用。那进阶一点的方法就是用大佬们开发的插件，比如达芬奇里面有自带的去闪烁插件，在 OpenFX 里面名字就叫做去闪烁。我们把它加载到素材之上，将去闪烁设置为荧光灯。如果场景里面只有一小片区域在闪烁的话，那你可以勾选这个限制分析区域，这样可以最大限度保证其他区域的画质。如果默认效果你还是不太满意的话，你可以试一试高级控制，这里可以设置推算帧数、运动类型还有阈值。但有个小的技巧是你在输出里面选择检测到的闪烁或者放大闪烁，然后再调整这些参数，可以让你更直观地观察到插件对闪烁的识别。参数调整完毕之后，你再改回到这个去闪烁效果，这个闪烁也一般就消失了。那如果上述两个方法都不能让你满意的话，可以试试付费插件这个 Flicker Free Plugin， 它支持很多的平台，有更进阶的去闪烁效果，还有阈值，同时可以保留较好的运动效果。不过再好的算法，它根本原理都是对比前后帧，检测画面里的亮度波动，并且加以修正，这会不可避免地影响你的画质，让运动内容增加更多的伪象，只能算是一个补救措施，也不是什么万金油。所以你看，频闪本身它是不复杂的，但是人类社会真的很复杂。当你开始深入探究视频拍摄每个参数的含义，你会发现没有什么东西是独立存在的。帧率由内容传播途径决定，快门又直接影响到动态模糊，还有曝光，还有频闪，每个参数都会被多种因素牵连。只有你对自己拍摄的项目谨慎考虑，才能做出适合你的选择。所以希望这期视频对你有些帮助。如果你是后期或者从业人员，也欢迎你把这个视频转发给你的摄影或者你的老板，让他别选那些恐怖的场地开会了。真的，这是最好的办法。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的话，也请务必点赞转发，对我们有非常大的帮助。也先给你拜个早年，祝你2024这个没有频闪，好吧？那么我们下次再见。